周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同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持续、美西方对俄制裁仍未停手，导致欧洲能源危机、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俄总统普京在论坛全会上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加强合作意义重大。37分钟的讲话里，普京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连日来备受关注的普京远东之行，为何说释放了俄罗斯正在转向东方的关键信号？来看看报道。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周一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举行。周三，栗战书在论坛全会上发言时表示，中俄拥有良好合作基础，中方高兴看到俄罗斯经济并未给美西方国家的制裁所击垮。中方高兴地看到，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经济并未被美西方严厉制裁所击垮，而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稳定，并展现韧性。在俄乌冲突焦灼，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仍在对俄施加严厉制裁的当下，本届东方经济论坛备受外界关注。尽管美方一再对外塑造俄罗斯被世界孤立的形象，但拿这场论坛来说，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代表参与其中。周三，论坛迎来最高潮部分，俄总统普京出席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长达37分钟的讲话。俄罗斯观点报观察到，这是他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讲话时间最长的一次。2019年和2021年持续大约30分钟，2016年至2018年为20分钟左右。报道认为，普京此次讲话的时长凸显在俄乌冲突及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他对此次论坛的重视。俄乌战争2月爆发以后，那么美国、欧盟领导的这个整个西方世界对俄罗斯进行了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应该说，这一轮的这个经济制裁是非常的全面，涉及的国家也非常广泛。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应该说它要全面被孤立是不可能的，但是部分孤立或者说基本孤立在一些方面，特别是经济的一些高科技领域，那么现在已经是一个事实。那么目前俄罗斯想摆脱这样一个困境。讲话中，普京对美西方予以严厉抨击。说到美西方动辄拿所谓规则秩序说事，普京表示，美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从不限制自己。为了阻挡历史进程发展，美国不惜破坏100年来确立的金融、货币等国际经济秩序支柱，按自己的意图塑造于其有利的规则。而在美国要求下，西方国家自己经常违反这些规则，他们罔顾自己国家民众生活质量和本国社会经济稳定，而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这实际上就是牺牲自己而维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东方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迈向多极世界。周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针对相关提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致力于推动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复苏。毛宁指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别国家罔顾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国际法准则，动辄对其他国家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严重冲击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将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当前俄罗斯和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们在2个战线上进行对抗和战斗，一个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一个就是在舆论场上。美国认为当前经济下行，世界范围的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主要是俄罗斯搞能源危机、搞控制粮食出口所造成的。那么俄罗斯认为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对俄经济制裁和扣押俄罗斯的外汇储备造成的。在这样一系列关键的问题上，美国领导的西方和俄罗斯都处于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那么这是从2月20号战争以来一直出现的一个状况。
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体系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而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新兴国家作用显著增强，已经成为经济技术发展的中心，以及人才、资本和生产的吸引力中心。普京认为，明智地利用亚太地区的优势以及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将为我们开辟新的巨大机遇。普京还专门提到，对俄罗斯而言，远东是俄罗斯面对东方国家的门户，而远东地区的作用正在上升。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与欧美的产业链和技术链已经遭到破坏，这意味着俄罗斯必须重新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外部经济循环，其中亚太国家是俄罗斯的理性选择。欧洲洞察与全球趋势网站称，当前背景下，东方经济论坛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一种特别的、更高层级的重大意义。这是其重新调整国家经济方向努力的一部分，以使其转向西方之外的亚洲，努力在全球建立替代方案。观察指，俄罗斯正在转向东方，这既是主动的战略转向，也是被动的应对。它正在寻找满足其利益需求的应对之策。俄罗斯转向东方的这个口号或者是战略提出很多年了。那么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初爆发的时候，俄罗斯政府、俄罗斯领导人就提出了转向东方的这个战略。但是这么多年来，那么取得的实际成果不明显。转向东方，我个人觉得俄罗斯政府还是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说打击腐败，比如说减少俄罗斯的官僚主义，比如说对外国的企业、外国公民更为友好一些，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那么在这些实际的工作做了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转向东方有可能变成现实。在此次东方经济论坛举办前后，中俄也不断释放深化合作的信号。普京周三在论坛全会上就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方决定以50:50的比例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天然气费用。他当天在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会面中还表示，俄中贸易额将很快达到2000亿美元。此外，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周二还下令启用外贝加尔斯克满洲里粮食铁路运输货运站。这条陆上通道的启用将使俄罗斯对华粮食出口时间缩短到2周至3周，预计年吞吐量最高将达到800万吨。栗战书在周三的论坛全会上致辞时也表示，中俄开展远东合作是两国元首亲自推动和规划的重要合作内容，中方将继续支持和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助推中国东北全面振兴，与俄远东开发国家战略深度对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俄之间保持战略互信非常值得肯定。这次的东方经济论坛同样代表着两国在贸易、投资以及方方面面出现了很多更好的迹象。未来中俄合作的趋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未来我们面临的这个西方的压制，中俄之间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会进一步的加强。中俄之间合作与否，合作的深度与否，直接决定了中俄两国未来的在这个世界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摆在这样的战略高度去看待中俄两国的合作，我们相信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